秦阿爸出的黑心主意，把新莲给教坏了。肯定是这样，祸首就是那个陈社主。从一开始，他就想要我的命，让我背黑锅。现在为了报复我，竟然向芳华下手，真是太可恶了。可惜，他是新莲的亲阿爸，就算你恨死他，也拿他没辙呀。谁说我拿他没辙？我会让他知道，他敢对芳华下手，我就对他不客气。老虎不发威，别拿我当病猫。人总有不惜一切想要得到的东西。我要的是权力，你要的是有情人。新莲。一龙哥。哎，干嘛盯着这把椅子发呆啊？这椅子有什么蹊跷？没什么，一龙哥，我刚才正想去找你呢。我刚出去，给小六买了刚出炉的萝卜丝饼。一龙哥，你觉得我阿爸这个人怎么样？干嘛忽然问这个？我说不准，一言难尽。那你觉得我跟我阿爸是不是很像？那不好吗？我也不知道好不好。有时候我觉得他特别疼我，有时候我又觉得他很可怕。阿爸阿妈是上天给的，注定了血脉相连，由不得自己。血脉相连，由不得自己。阿禄哥也会这么想吗？你又不恨他了，我觉得这些日子你对他的心已经冷了，不是吗？钟叔，宋芳华。他帮阿禄哥打赢了官司，他那么能干，我早就知道他不会输的。钟叔，你是不是在责怪我？是不是觉得我做错了呀？钟叔，我还没问过你，为什么你对阿禄哥的事这么上心呢？为了我？为什么？你怎么了？新莲，我再问你，宋芳华是怎么逃脱的？我都说了，我不知道啊。不对呀，大小姐，我明明是被打昏的，你不可能什么都没看见呢。你被什么人打，你自己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哎，新莲，别犟嘴，杨父也说的有道理。你毫发无损，怎么会什么都不知道呢？那，就算是我放走的好了。不可能，当时你们都扭成一团了。新莲，人是谁放走的？你在替谁顶罪啊？阿爸，你别问了，要治罪就治我的罪好了。啊！你以为我做不到吗？阿爸，我疼你入心入肺，可我陈云生
绝容不得别人对我有二心，哪怕是亲生骨肉，也容不得你。阿爸，你好狠啊！怪不得阿妈会逃走呢。你说什么？莫非你想学你阿妈背叛我吗？陈珠，让开！让开！都不许动！你们谁是陈云生？我是陈云生，请问这是？文宏业先生聚众报案，指控你绑架恐吓大律师，妨碍司法公正。我们奉命来捉拿你归案。文宏业血口喷人，他有证据吗？等上了法庭，自然有证据叫你服气。来人，带走！混蛋！一定是你自作主张。警察大人，犯下绑架罪的是他，我这就把他扭送警局去投案。你，姓陈的，你过河拆桥，拿我当垫背的。姓杨的，敢做敢当才是好汉。把他们2个都带走。是，我跟你拼了！姓陈的，你这个老狐狸，老子，你敢陷害我，我跟你没完！姓陈的，阿爸，你听着，我跟你没完！老实点，姓陈的，你这个老狐狸！经理，别好了。我以前真的不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好人，自从有了你以后，我打心底里想学着做一个好人，做一个疼爱女儿的好阿爸。可惜，我总没能让你满意。不，阿爸。阿爸，阿爸，带走，走！阿爸，我放开他！各位官爷，这事儿我冤枉啊，都是我干的！走！这场轰动省港的华阳侵权官司宣判更为轰动。华商文宏业大败洋商，出人预料的结果预示着这股新崛起的华商势力大有号召团结华商的力量，不容轻视。文宏业，进来。哦，亲爱的汉斯，打败仗的滋味很难咽得下去吧？你是向我来求助的，还是来寻求安慰的呢？得了，伊娃，我的败诉损失的不仅仅是华业洋行一家的利益，同时受损的是整个西方商业的势力。是吗？好像有一点道理。请吧。伊娃，你不是没吃过文宏业的大亏，你要用你的影响力召集省城所有的洋商，联手防堵文宏业趁势做大。我首先要防的是你，马修 ，My dear。马修，你到底怎么惹恼了伊娃？我没有。你没有虚情假意的骗财骗色，你没有用我的名誉招摇撞骗，你没有把我的钱白白损失在股市里。什么？这是真的，马修？这炒股本来就有赔有赚的嘛。那为什么偏偏赔的都是我的本钱，赚的都跑到你的账户里去了？你真叫我失望！快，给伊娃夫人认错赔罪。不必了，别演戏了。伊娃，亲爱的，亲爱的马修，我虽然是个害怕寂寞的女人，可我是个更可怕的守财奴。虽然我的家财万贯，可是我也没有几个50万给你挥霍。谁敢存心的敲诈我的钱，我绝对是翻脸不认人。我保证再给你赚回来。你听我说，伊娃，我也保证叫马修。行了吧，汉斯，你别假装好人了。你用美男计来迷惑我、麻痹我，利用我达到你称霸省府的野心。我不笨，我早就知道你的用意了。你这个白痴！
啊，亲爱的伊娃，你误解我了。马修他的确不值得原谅，可是你毕竟喜欢过他。亲爱的汉斯，你还不明白吗？我喜欢的只有我自己。伊娃，难道你是在向我表示你和我绝交？那倒不一定。我知道商场上利益为先，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不是吗？马修，你还没发现吧？我的宝贝 Larkin 不见了，因为他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不小心咬了我一口，我就亲手把他丢进白鹅潭，让他喂鱼去了。这就是背叛主人的下场，人和狗一样。这个老女人翻脸无情，发起狠来比男人还冷血。不稀奇，这是自然规律，母狼总是比公狼更残忍。你贪他的钱也该用点高明的手段。你这个笨贼，害得我失去了一个对付文红叶的重要盟友。汉斯先生，请允许我将功赎罪，给文红叶一记回马枪。我们不一定非要依靠伊娃不可。凭你的脑袋，能想得出什么扭转乾坤的妙计？在非常的时期，就得要用非常的手段。红叶，红叶，红叶，快醒醒，快醒醒啊！红叶，红叶，几点了？你先回去吧。仓库起火了。太惨了，这哪来的一把无名火呀？这把火肯定不是意外。我前天才把这批货运进来，昨晚一把火就烧了个精光，太巧了吧？可是我们这次为了省钱，这批货没有投保火险，这下连本钱都赔光了。耽误了客户的交货日期。以后谁还敢跟我订货？看来放这把火的人是想把我逼到绝境。可是信用是商人的性命，我们现在补货还来得及吗？问题是，补货的资金来得及筹集吗？唉，你呀，真是流年不利，刚刚才度过官司的那一关，现在又来了更难过的前关。唉。一定是有人见不得我反败为胜，想给我致命的一击。可是，陈社主已经关起来了。哦，除了花叶的鬼佬，不会再有别人了。Hello， 两位早啊。哦，看起来损失够惨重的。伊娃夫人消息这么灵通啊！这么大的一场火，烧的又是鼎鼎大名的华业商行仓库，早就像你赢的那场官司，轰动全省府了。你是来报一箭之仇，还是来看红叶笑话的 ？No， 我这个人最喜欢雪中送炭了。哦，我耳朵没毛病吧？文老板不想挽救损失吗？那就要资金周转，而我正是那个有能力提供资金的人。哦，这味道真不错。我从巴西引进的这批咖啡豆销量好极了，证明我的眼光独到。我的投资呢，也从来都是又准又稳，包赚不赔。伊娃夫人，你真的不记恨我吗？现在是你痛打落水狗的良机，
为什么你找上门来要助我一臂之力呢？商场没有永远的朋友，更没有永远的敌人。我绝对不是心血来潮，我的每一个决策都经过周详的考虑。黄鼠狼给几百年，别中了他的奸计。我不勉强你相信我，你可以一走了之，可是你绝对就错过了唯一免于前功尽弃的机会。我想伊娃夫人不会没有交换条件吧？温先生一点就明，问到重点了。我首先声明，新里子钱庄我已经拱手让给你了，华业商行是不可能提供股权做抵押的。温老板为什么以为我对华业的股权有兴趣呢？其实，伊娃夫人收购控制商号股权，然后伺机低价吞并，吃人不吐骨头，这在省城又不是什么新闻了。小小的华业商行还没有列入我的菜单。我目前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商家所占有的口岸。什么？当初你用低利放贷取得这些商家的权状作为抵押，你离开钱庄的时候把权状都带走了。这就是你的交换条件？别紧张，我不想跟你算旧账。何况这些商家的业主都很顽固，死守着祖宗的产业，等死也不愿意出售给我们洋人。我这儿呢有个十分漂亮的计划，需要你的配合。你先看看，我等着你的消息。你我都心知肚明，我曾经摆你一道，你真的全不介意？能摆得了我的道的人，绝对是个天才，而我最器重的是难得的天才。为什么对我额外开恩？这是你第二次问我这句话了。好，我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除了器重你的天才，我更欣赏你的一表人才。岭南大世界，好有气魄的商城啊！那个伊娃夫人送这张图给你，什么意思啊？我虽然打赢了官司，并不等于从此就风平浪静。我要尽快在省城的商场扎稳根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我也懂，可是你怎么个尽快法？不但要胆大心细，还要快很准，抓住赚大钱的时机。我正发愁呢，我的赚钱时机在哪里？没想到白鹅翻鬼婆就送给我一个锦囊妙计。喂，文红叶，你没有搞错吧？那鬼婆的话你也信？当然不能信。但我明明知道他是个心术不正之人，又怎么会上他的当？那你还要这张图干什么？那张图可是张宝图，伊娃他想利用我，取得人人都想要的黄金口岸，我倒要借力使力利用他。怎么个利用法？眼下我最担心的是一把火烧掉了银行商家对我华业商行的信心，不愿提供我融资周转。但是号称商界女王的伊娃夫人都主动向我招手了，这等于是给我做了最有力的担保。你又要下什么猛料？我只要把伊娃主动提供资金，并想说服我合作的气氛炒热，那些唯利是图的银行老板们肯定闻风而来。这我也知道啊，可是那些银行老板个个是腰里挂着铁算盘的老狐狸，唉，并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哼，再老奸巨猾，只要看到有利可图，谁能不动心呢？我注意到最近省城金融界通货腐烂，银根宽松，只要我稍微用计刺激一下这些急于放款的金融大老板，你还怕没人捧着钱来巴结我这个借贷大户吗？说的是不错，可是伊娃夫人那个鬼婆诡计多端，你小心引火上身，还是不要招惹她的好。我也不是笨蛋，
更何况是伊娃自己送上门来的。我何不趁机借力使力，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可是你刚刚才爬起来，小心冲得太急，又摔一大跤。前怕狼后怕虎的，成不了大事。韩斯先生，您看了今天的报纸吗？但愿这把火烧掉文红叶的傲气，烧光华业商行的元气，看他还怎么春风得意。我向来不主张暗箭伤人，这种事别跟我炫耀。哦，对了，还有一个大新闻。文红叶那个家伙狗咬狗，把那个不入流的陈社主告进大牢了。是吗？你先别幸灾乐祸，那个姓陈的是一条疯狗，哼，他肯定会乱咬一气，我们都免不了被他咬出来。也许我们应该先下手，叫他没办法咬人。我从来不主张暗箭伤人。哼，我知道，这只是我这个西部牛仔跟他这个东方流氓的私人恩怨。啊，威廉，韩斯先生，威廉，你看过这张报纸吗？火神终结了文红叶的狂妄，通知你女儿为文红叶的前途哀悼吧。大概这篇报道你没看到吧？什么？商界名人伊娃夫人积极拉拢侵权官司中大获全胜的华业商行，意图提供援助，换取结盟条件。这个白鹤女人打的什么算盘？什么？你也摸不透 ？Shit！ 哎，你确定我们来这一趟会有用吗？那个翻鬼婆会不会看穿你啊？哼，翻鬼婆的确够老辣，但我也练出了火候。你记得我们套好的招数就行了。哎，文先生来了！文先生，火灾造成的损失不小，伊娃夫人为什么敢冒险借贷给你们？文先生，大家都在猜测你有什么魅力取得伊娃女士的特离关照呢？您谈一谈吧。伊娃夫人是纵横商场的常胜军，她把钱要投资在什么地方最有利，她自己自有分寸。这次华业商行在火灾中虽然受了损失，但是并不影响华业的发展，而且也不会影响客户对我的信赖和支持。我个人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魅力，不过我绝对是有发展的潜力。精彩，真是太精彩了！这年头，连小丑也敢人模人样的吹牛皮了。各位认识吗？这位就是在法庭上败给我的花椰洋行经理马修先生。不过很有趣啊，每一次跟马修先生交手，他都是我的手下败将。你少得意，臭小子！别逼我掀你的老底儿。马修先生，你在这儿嚷嚷什么？谁才是这儿的主人？马修，这里是我的远东公司，不是你的花椰洋行。如果你再大呼小叫的，就请你离开这儿。伊娃，你眼里向来没有这些中国人，怎么今天被这个小裁缝搅昏了头脑？哦，亲爱的，这就是我比你和汉斯略高一筹的地方。在我的眼睛里，只能看到钞票的颜色，皮肤的颜色就不那么重要了。伊娃夫人，刚才这些记者还在担心你主动借钱给华业商行会有风险。我伊娃不是今天才进商界，我的投资都是10拿9稳的。
我至今还没有做过亏本的生意呢。亲爱的伊娃，你还没吃够过于自信的苦头。汉斯，你真是不速之客呀！你有钱来恭贺我独具慧眼，又比你抢先了一步，是吗？不，我是赶来提醒你，被一块石头绊倒一次是不幸，被同一块石头绊倒2次的人就是白痴。希望你不是那个白痴。汉斯先生，你暗指的石头是我吧？我看你是唯恐伊娃女士抢了先机，所以也赶来插一脚，可以啊。我并不介意跟任何人谈合作的可能。亲爱的汉斯，我的资金自认为十分充足，用不着你来替我操这个闲心。亲爱的伊娃，你不要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哦，汉斯，你的想法我清楚。你不要误会我的好意。你的好意就是生怕我抢了你的先机，占了你的上风。不要照，不要照，伊娃，你会后悔的。是吗？你不听我的警告，你会上当的。对不起，我们没有迟到吧？你好，没有。周先生和 Richard 他们来干什么？你好。这些贵客是我特意请来的。华业商行刚刚才打赢了官司，我们就乘胜追击，拟定了一个全新的计划，将在这些商号的旧址上新建一座全省城最大的综合性商业中心，取名叫做岭南大世界。岭南大世界，哎呀，很宏伟。这图纸是我制的。伊娃，这个发展计划是我们花耶的。你什么时候泄露了我的计划？哼！你们谁也不用争，这些商家的土地所有权都在我的手里，所以这个计划若少了我，就是纸上空谈。亲爱的伊娃，现在醒了吗？我的警告当场应验了。文红叶，大话不要说这么快，这么大一块地方，收购、拆迁、重建，需要多少资本？就凭你那个华业商行，简直是天方夜谭。不怕货比货，就怕不识货。岭南大世界有全新的设计，周详的规划。这个大厦不但有设备齐全的百货商区，游园、杂耍、戏曲、茶楼、餐馆，一切是应有尽有。来的客人不用路途奔波，在这里可以买东西、吃喝玩乐，要多享受就有多享受。还有我的精彩表演，我龙舟得唱的龙舟可是省城一绝啊！在岭南大世界里应有尽有，商机无限。我就不信引不来识货的行家竞标投资。伊娃夫人就比你们有远见，已经先走了一步。文，你这是同意我们2个人来合作了？我先多谢伊娃夫人的抬举，不过说穿了，你也是看准了借贷给华业商行大发利市的良机。既然如此，我想在场的金融界前辈们也不是睁眼瞎子，暂时我并不着急跟谁合作，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对吧，伊娃夫人？来，请。大家请，请。那这就是岭南大世界。哎呀，这么奇巧聪明的设计，真是想得又周到又心侠。文老板独具匠心，这个发展计划太完美了，难怪华业和远东2家公司都来抢着跟您合作。能不能再解释清楚一点？文老板，能不能抽时间一尊到银行仔细说明您的计划？好，这是我的名片。对，好，这是我的，这是我的，来给我。谢谢。亲爱的，你设计姓文的，现在反而被他设计了，没想到吧？好，我最亲爱的伊娃，有关岭南大世界的那块石头绊倒2次的感觉如何啊？阿路，你厉害，你真厉害！不出你所料，借力使力这一招果然被你算准了，气得伊娃夫人和汉斯大班有气进没气出。本来呢，我也只想借伊娃炒热我华业的行情，却没想到汉斯也来插手，我就顺水推舟。你说他们2个人当着所有记者的面一争一吵，这次咱们华业商行的岭南大世界想不炙手可热都难啊！你真是天下第一大奸人。是奸商，不奸怎么当商人啊？对不对？
光奸诈是不够用的，鬼佬各有私心，才会被我所用。在商场上，谁脑筋动得快，谁胆子够大，谁心肠够狠，谁就是大佬。哎呀，我光顾着高兴了，都忘了最紧要的事情。什么事？这张图上面那些小商家，当初是因为信任你，才把权状交给你。你现在忽然变卦了，把所有商铺都买下来重建，那样岂不是趁火打劫？人家愿意吗？如果我不收购他们，鬼佬也不会放过他们的。总归一句话，现在我面前就算挡着一座大山，我也要一块一块把它刨开。可是，你赢了这场官司，全靠他们给你撑腰啊！老板，韦先生，可以进一步说话吗？没想到我会找你吧？我再不服气，也不得不甘拜下风。你不是泛泛之辈，你头脑灵活，悟性极佳，但是你心狠手辣。宋先生，我知道我自己的斤两和德行，你就别客套了，有什么话直说就行了。老实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来找你，只是有些话我不吐不快，非对你说不可。哦，对了，你别误会，我今天来并不是准备为女儿讨回公道的。文先生，你巧妙地利用了花耶和远东两家公司的私心，得到了最大的利益，这比在法庭上赢得还要漂亮。各家银行都看好了你在半路拦截来的岭南大世界，抢破了头想融资给你，你的前途无量啊。宋先生，姜还是老的辣，我瞒不过您的慧眼，但愿宋先生的吉言能够成真。文先生，你准备怎么面对将要被你夺走祖产的那些华人小商号？他们当时可是相信你能够保住他们的祖产呢。宋先生是花耶洋行的大买办，你也曾经帮助鬼佬暗中设计收购这些商家，为什么忽然胳膊肘往外拐，不顾自家人的利益啊？自家人？我13岁就进了洋行，为洋人卖了大半辈子的命，也帮洋人赚了不少自己同胞的血汗钱。到头来，这些鬼佬从来没把我当过自家人。人老了，我多少也得为自己积点德，免得死了以后下地狱，是吧？宋先生，您这也是给我的警告。我是过来人呐，世态炎凉，人情冷暖自在人心，我是好心提醒罢了。我有太多地方对不住宋先生，你现在大可以隔岸观火，看我笑话，为什么还特意跑来这里提醒我？我也年轻过，我也像你一样野心勃勃。你是一个人才，只是欠了一些火候，稍加点拨就能够点石成金。大概我和我的女儿一样，抗拒不了你的那种致命的魅力吧。踏错一步，必然步步错，搞不好还可能万劫不复啊。是好是坏都是我自己的命，我想还用不着你来告诉我哪一步是对是错。好，就算我多此一举吧。你破坏了我们父女的和谐，重创了我宝贝女儿的心，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吧。今天我跟你说了这么多，并不表示我跟你从此以后就一了百了了。我和你在商场上的正面交锋才刚刚开始，我们两个人各有各的立场，我是不会手软的。我也不会手软，多谢指教。好，我们后会有期。哎呀，我的天哪！你再不出现啊，我还怕宋小姐的阿爸为了他女儿一气之下把你分尸了呢。真的那样，我反倒痛快。哎，大买办平白无故的找你说什么悄悄话呀？如果我不狠下心全面收购的话，那些小商家也会落在洋行手里，
下场更惨，是不是？你说什么呢？时势造英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是不是？你小子发什么狠呢？卖报了，卖报了，卖报了！哎，好嘞，先生给您。哎，心莲，嘿，巧了，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来这里买救心丹，我阿爸他有急性病，我怕他在牢里熬不住。是你把我阿爸告进大牢的。你说的是陈社主吗？那我师父算什么？我也巴不得我只有一个阿爸，可是这由得了我吗？血脉相连是天注定的，由得了我吗？说的也是啊，这不由人的。可是你也真不应该。我只想问你，你去告发我阿爸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是他的女儿？想过。那你有没有想过，你也差点就成了他的半个儿子？我都想过，可是他罪有应得。罪有应得？心莲，你还帮你那个黑心阿爸说好话，你难道真要把红叶送上门去，让他千刀万剐剁成肉泥，让他称心如意，你就高兴了？你胡说！我没有这个意思。那绑架芳华是谁的意思？我就知道他会在背后告我的状。人家没有说你一句不是，还用他来说吗？你早就看我一无是处了。心莲，我知道这种伤天害理、为非作歹的事，全都不是你的本意。不管他是不是你阿爸，我都不会让他逍遥法外、祸害人间。逍遥法外？哪有的事啊！你还以为不会吗？你记不记得，你和红叶的小命都差一点毁在他的手里啊！你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了？那是过去的事情，难道就不能给他一次机会，拉他一次吗？看来你还真把那狼心狗肺的社主阿爸当回事了，是吗？我不知道，可我实在不忍心，他是我唯一的亲人呐。那你对芳华就忍心了？你当了什么社主的千金大小姐才没几天，你就分不清是非黑白，连血都变冷了。我真是看错了。我帮理不帮亲，可是你当了社主的女儿之后，就颠倒是非，变得没心没肺了。你千不该万不该，你不该帮着你那个黑心阿爸去做伤天害理的事。宋小姐比你的度量大多了，也明事理多了。别出声，是我。心莲，心莲，救救阿爸！阿爸！开门！开门！开门！听话！给我仔细搜！队长大哥，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陈云生越狱了。什么？别装糊涂，窝藏逃犯，等同犯罪。队长，您别说笑了，我们根本不知道这回事，是吗？队长，就算我们有天大的本事，也不敢欺骗队长大哥您。我要把这里搜查一遍。队长，请便。都来，走，这边看看，到这边。好，仔细搜，是，仔细搜。这边没有，仔细搜啊，都过来。是。这边有没有？没有。到底是骨肉连心呐！救救阿爸！
我。阿爸是走投无路了，在牢里有人要暗算我，要置我于死地。你看，心莲，阿爸求你了。喝了这杯酒，我们和解了吧？亲爱的汉斯，我根本就没有把你当成敌人，让我生气的只是马修。亲爱的，无论你给我定什么罪，我都不会辩护。可是，如果我们白人自相残杀，反而被文红叶利用，那真是太丢脸了。我在商场上打拼了多年，文红叶竟然敢当着我的面耍我，明火执仗抢了我的岭南大世界，成了他的吸金法宝。这，亲爱的，你不也参与了这场抢劫？岭南大世界最早出自我的构想，不是吗？那这么说，我们难道就束手无策了吗？亲爱的威廉，你是中国人，如何反击这个中国小子最能奏效？你有什么高见呢？我还没来得及想。威廉，输了官司，你连脑袋也输光了吗？竟然还没有对策，你这个乡里是怎么当的？汉斯先生，文红叶的狡诈，连伊娃夫人都吃了亏。这事儿，草率不得，容我仔细考虑一下。我们一出手就必须成功。中国有句成语叫釜底抽薪，要想一个办法从根本上抽掉文的根基才行啊。到底是伊娃夫人高明啊，提醒了我一件事情。来，这样就会成功的。威廉先生真的是好主意，这条妙计至少先剥文红叶一层皮。亲爱的伊娃，你觉得呢？我们必须联手进行，事成之后也有相当的利润呢。威廉的计划若能成功的话，那当然痛快。我也知道，要达到目的，我们就要动用不少的资金。我有一个想法，我们各出一半的资金，当然赚到的利润也是各分一半，我们谁也苦不了谁。成交，伊娃，你放心。如果我们再不齐心，互相猜疑的话，最后失去的是整个岭南的市场。威廉，文固然是你的同胞，可你做的是花椰洋行大买办的位置。听着，两者权衡，你立场要站在哪一边，千万不要搞混了。汉斯先生，花椰的利益就是我的立场，你并不糊涂。好。这件事你放手去办，也考验你是不是忠于职务。我们要在中国立足，无论如何要防备其他华商群起仿效，绝不能让文在这里为所欲为。芳华，芳华，玛莎，玛莎。衣服都快遮不住了，如果让爹地看出来怎么办？哎，小姐，别任性了，万一被看出来，
第一个发疯的就是威廉先生啊。爹地他还好吧？唯一的女儿离家出走，他好得了吗？他经常在你房里一坐就是大半夜，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拗不过女儿，只好低下我这颗白发苍苍的头，向女儿认输。我想你，想得有时候心痛啊。我只能远远的站在马路边上，看上你一眼。孩子，这种地方，那跟贫民窟有什么两样啊？你怎么能习惯住在这里呢？我没有违背中国人的良心，我住得心安理得。哦，你先别防御爹地，爹地不是劝你回家的。即便是你今天跟爹地回去，要不了几天，你还会离开的。你和爹地也可能距离越来越远。阿华呀，你在法庭上帮助文红叶挫败了花椰洋行，首当其冲的被打击的就是你爹地呀。说实话，当时我也不清楚我是喜还是忧啊。你当头敲了洋人一棒，我觉得心里也很痛快，我为你叫好啊。可是话说回来了，我毕竟是洋行的大买办，一场胜券在握的官司，眼巴巴被女儿给打败了，而且还要受制于一个初出茅庐的文红叶。我既是丢了脸，又难堪，我白活了这么大岁数。爹地，这场官司已经结束了。可是我和文红叶的龙争虎斗才刚刚开始，我们父女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了。爹地，你能不当买办吗？那你能不当律师吗？不当买办，我宋威廉拼了大半辈子是为了什么？说来说去，你还是撇不下名利和虚荣。那文红叶呢？难道不是为了名利跟虚荣？你为了他不惜一切替他争得名利和虚荣。我大不了去求他，求他对你手下留情。傻女儿啊，我跟他交手的时候，我代表的是花椰洋行，并不是爹地呀。他为什么会给我留情面？就像我不曾给他留情面一样。你不是也骂过我是洋奴才吗？有朝一日我跟文红叶水火不容，必有一伤的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你，我的女儿如何自处啊？对了，孩子，这一张支票你拿着，你换一个好点的住处，以后
每个月我叫玛莎把生活费带给你。孩子，你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穷，什么是苦。至今你也没有受过苦，但你把人世间所有的苦都尝尽，也不愿意让你尝到一星半点儿。爹爹，芳华，不管以后爹地做了什么，只要你记得爹地世事情非所愿。爹地接受了汉斯的指令，要跟文红叶当面锣对面鼓，拼个你死我活了。红叶，糟了，我们来晚了一步。怎么了？有人抢在我们的前面，请我带来的那些老板们，喊出了高出市价1成的价钱来收购神冈两地水泥的现货。这半路杀出的程咬金是谁呀？不用想就知道了，自己看。宋先生。哎呀，文老板，我说我们会正面交手，没想到啊，会这么快。宋先生说过，商场如战场。你现在大举收购水泥，就是想杀我个回马枪？哎，我们各视其主，职责在身，得罪了各位老板，我之前千拜托万拜托你们，你们都答应了给文先生行个方便，保证提供岭南大世界所需的全部水泥。你们怎么可以中途变卦呢？文老板，你是生意人，应该能体谅我们。花叶洋行出的钱很诱人，我们怎么能跟钱过不去呢？是啊，有钱不赚才是傻瓜啊！宋先生，现在需要水泥的人是我们，盖洋楼的人也是我们。你们花叶洋行凑什么热闹？要水泥有什么用啊？有什么用？你们文老板心知肚明啊！各位老板，花椰洋行将价钱提高了1成，我给大家1成半，怎么样？我加到2成，2成半，3成。3成！哎呀，跟你说3成好，这些金商见利忘义，我们再把价码提高半成，看他还敢不敢往上加。宋先生，我们这样比赛哄抬价格，不管最后谁赢了，都得大失血啊。我是背水一战的，我的底线也就是3成，超过了3成，我就以公司的利益为由放弃跟你竞标，我回去也可以交差，老板也不会责怪我的。宋先生是暗示我，如果再加码，您就让步。文老板，工地上正需要水泥，要是没有了它，那该怎么办啊？说穿了，花椰洋行的意图，就是想趁着我急需水泥开工，哄抬价格，先让我出血。不但是要出血，而且是要扒掉1层皮才算完了。我们花椰如果是囤积居奇，那你们的工地就没有水泥，那就开不了工，岂不是损失更大了吗？各位老板，我不加了，你们成交吧。红叶，等一等，文老板，你没有懂我的意思。我的意思是啊，你是白痴啊！人家宋先生给你顺水人情，不跟你争了，你还没懂啊？啊，对，我这个吧，其实也，宋先生，两军对垒，你却妄想两头讨好，耍这种花头，
难道汉斯先生的鼻子闻不到端倪吗？这是你曾经跟我说过的话，我现在原封不动的奉还。你既想要保住在洋行的乡里宝座，又想给自己的灵魂留一点余地，好个忠义两全。但我却要为您的八面玲珑多付出30%以上的成本损失。这个顺水人情，你收回去，我不要。恭喜各位老板了，又多了近30%的利润。我们生意不成仁义在，后会有期。文老板，红叶，你等等，咱什么把合同给签了？签一下啊！红叶，哎呀，你别意气用事啊！没有水泥，你的岭南大世界就是发大梦，谁肯借款给你啊？你现在马上去把省府的大中小盘水泥经销商造一份名册，然后带着采购经理一家一家的去。你的意思是去抢购？不，只是竞标不成交，把水泥价钱抬起来。喂，你疯了，我可没疯啊！汉斯他想刮我的油，剥我的皮，我就将计就计，先叫他套住自己，再倒剥他一层皮。可是咱们没有水泥，就动弹不得呀。华业洋行又不起楼，又不盖房，用不了那么多水泥，我就赌他迟早要认赔出脱。可是，你这赌注，你下得太大了吧？舍不得孩子，打不着了。岭南大世界成了吸金石，全广州的银行金融经理们都不断的往华业公司跑。笑到最后的才是笑得最好的。等文买不到水泥，动不了工，火烧眉毛的时候，好戏才开场。哼，汉斯先生，啊，威廉，收购水泥的事你办得又快又好，有你这样忠心耿耿的买办是华业洋行的幸运。我要上报总行，对你给予奖励。只怕我们精心设置的陷阱，会限制住我们自己啊！啊，不放心，这陷阱文红叶非跳不可。工地开不了工，他怎么向贷款银行交代？汉斯，市面上的水泥价格忽然都飙涨了起来，我们收购上的预备金已经超过预算了。可最近水泥供过于求，没有涨价的理由啊！你用脑袋想一想，我会收购，人家就不会反收购。啊，是文红叶在跟我们比拼价钱呢。他的财力还远远不够跟我们硬碰硬，他的反收购肯定会碰壁。可事实上是市面上水泥涨价，却没有听说任何一笔成交啊！他成交不了，文红叶远远拼不过我们2家大公司。可是我们积压了这么多的资金，水泥一时又脱不了手，这不是长久之计。你别急，文红叶有时间上的压力，到时候多高的价钱他都要接受，那时我们什么损失都补回来了，你放心好了。若是这小子他还按兵不动呢，我们2家公司的仓库都被水泥塞爆了。这好办，我马上去租临时仓库。哼，他早就把所有空着的仓库都预定下来了。哼，他买不到水泥，就让他白白损失仓库的租金吧。暂时把水泥放在你的码头上好了。万一遇到大雨，我们可就血本无归了。亲爱的，现在又不是雨季，哪能说下雨就下雨啊？文红叶不可能一直这样没有动静。我从市公务局得到消息，岭南大世界已经确定月底破土动工。文红叶没时间耗了，我们要沉住气。威廉，水泥的事你一定要盯紧，千万不能有丝毫的懈。你，汉斯大班，别害怕，你没有活见鬼，我是人。你这是有血有肉的人，你派人想要我的命，他失手了。你是怎么进来的？活到我这把年纪的人，靠的就是神出鬼没。想来就能来，想走也能走。威廉，打电话报警！快报警！要不我回头进了大牢，法官问起来，我又太老实，说出绑架某人背后有人指使，那可就不好玩了。绑架，汉斯先生，你这是，你到底想做什么？我说，
汉斯大办，我给你做事儿，总不能白干吧？可惜你办的事情没办好。你这个可恶的敲诈者，要是在我的国家，我一定把你送上绞架。切，汉斯大办有所不知啊，我从小就是被吓大的，我的祖上就有人上过绞架。鸦片战争参加3月里抗英，他老人家一个人砍下了好几个鬼佬的脑袋。嘿，我们的命不值钱，赚几条洋人的命垫背，划算。说吧，你想要什么？钱和关房，我要去香港关房，加上安家费，一共10万。你说要10万，就会有10万了吗？你给我听清楚了，就算我把钱给了你，那也不表示我怕你。哼，有道理。我一个亡命之徒，你汉斯大班有什么好怕的？东西准备好，我下次不能空手而归。告辞了，别耍花招。我的神出鬼没，你们是见识过的。Goodbye。汉斯先生，要不要马上报警？这个姓陈的，他简直不是东西，是恶魔，是我不小心把这个千年魔鬼从禁锢他的瓶子里给放了出来。不过不用担心，我总会有办法再把它收回到瓶子里去。先把文红叶逼进圈套，再回头对付这个魔鬼。哎，刘经理，咱们做了这么多请帖，哪张最重要啊？啊？哦，当然是市政厅厅长和市公务局局长了。那就太好了，他们都答应为咱们岭南大世界奠基典礼剪彩啊！是啊，这是轰动省城的大事啊，谁不想趁这个机会露露脸啊？他们都答应，到时候会准时出席的。只可惜啊，到时候咱们的奠基典礼能准时开吗？龙周德，你不用那么大声隔山打牛，我知道你说什么。知道你还装作没听见似的，一包水泥都没有，你到时候拿什么破土奠基啊？我已经把城里空闲的仓库全都租下来了，看他们往哪里堆货。唉，光有空仓库有什么用啊？现在花爷洋行正等着你上门去求他们出售水泥呢。这一回我看你是赢不了洋人了。不到最后一刻，谁输谁赢还未见分晓呢。文老板，这是你的最后一刻啊！等着破土开工的人是你，不是花爷洋行。人家可以等，可你等不起啊！他们押了大笔的资金，成堆的水泥都堆放在外面，不可能等太久。那万一人家要是有本钱呢？就是不急着脱手呢？你怎么办？要赌就赌到底。这可不是一句赌气的话，因为你输不起。大佬，你没有退路啊！这是一条不归路，中途退却，必然一切都是空。你就认一回输，吃一次亏吧。这不是认不认输的问题，让人设下了圈套要我钻进去。我如果钻了进去，就被他们捏住了脖子，被逼到撑不了垮台为止。这水泥只是一个幌子，困死我才是他们的目的。你到底懂不懂？可是你再这样坚持下去，不一样还是个死局吗？喂，你又上哪儿去啊？
包水泥都没有，你拿什么破土奠基啊？这酒真够红的，把它都倒上。金莲、芳华、于大哥、宝哥，以前的文阿路一靠近这些地方都会遭人白眼。今天我文红叶最想做的就是跟你们在这里一起干一杯。来，我们干一杯。以前虽然劫难不断，但我心里觉得很踏实，因为有你们在背后支持我。今天我把这条路走顺了，心里反而没了着了。你们一个个都像躲避瘟神似的，不敢靠近我。我这到底算是怎么回事？宝哥，这么巧？不是巧遇，我是专程来找你的。我以为你这一辈子都不再理我了，我正闷得慌，刚刚还想着你呢。你看，这杯是我为你准备的酒。你看这是什么？红酒啊。你不觉得这酒红的像血？像人血，你功成名就了，可以大模大样在这种上等人的地方享受。可是你别忘了，你喝的都是别人的鲜血。宝哥，我辜负了你，恩将仇报。你什么时候来教训我，我都甘心受教。如果是为了我自己，我绝不会来找你。因为你对不起的人实在是太多了。宝哥，跟我交往多年的朋友，冲着对我的信任，对你的期待，二话不说把祖产压到你手上，你千不该万不该，为了一个岭南大世界，你甘冒千夫所指，辜负大家，吞并大家。我没有强行吞并谁，我只是顺应潮流，按市场的行情合理收购他们。你这说的什么话？太不像话！你趁人之危，违背当初的契约，你说得过去吗？我没骗也没坑他们。是咱们怎么办？是不是？哎，真是。要怪就怪他们自己运气不好。哎，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你看那人怎么这样？你说这话无情无义，跟鬼佬一模一样。你难道忘了自己是谁吗？我就是我，跟谁都不一样。我不想受穷，我用心用脑子拼命一搏，难道我错了吗？你拼，你搏，可是你也不能急于求成，损人利己，更不能损害这些曾经帮助过你的朋友。我能不急吗？我身在浪尖刀口上，不用力冒出头，难道等大水把我吞没？
难道乖乖的等汉斯他们把我逼到死路上去不成？鬼佬逼你，你就回头逼自己的同胞吗？我没逼你啊，宝哥，你别强出头。这些老朋友，看着我的面子，放下生不入官府的忌讳，为你出庭作证。这份情谊你还没还，你就反过来盯上他们的家产，我能不出头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何必往你身上扯？你是我的一块心病，我当初若不是太袒护你、扶持你，就不会有今天这位得志猖狂、见利忘义的文红叶。要不是我变成文红叶，谁给他们低息贷款？要不是我变成文红叶，你们早8辈子就被洋人洋行吞得连骨头都不剩了。这咋？文红叶，你趁虚而入，还成救世主了？宝哥，你在商场上节节败退，我不想步你的后尘，跟你一样的下场。你，文老板，你高抬贵手，放过我们吧。就是啊，我是收购你们的人，你们是被我收购的，就是因为我在出手时够狠，够强硬，不是吗？这怎么办？文红叶，宝哥，你是输家，你们都是输家，输家是没有资格来教训我的。骂得好，骂得好！我是一个可悲的失败者，你尽管耻笑，尽管瞧不起我，我只要一句承诺，请为这些曾经在法庭上为你作证的小商家保住他们安身立命的产业。恕难从命，除非他们能够按时偿清借债。废话，我们能按时还债，还用跟你借吗？还不了钱，你们谁敢说我强占你们的祖产？更何况我的岭南大事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得罪各位也没有办法。文老板，你真要吃人呐！哎呀，没救了，真的没救了！就是啊，怎么办？是不是，老板？我不怕你们人多势众，岭南大事件非见不可。在这世界上，胜者为王，强者为王。不但是狼，还是饿极了的狼。你就慢慢享受你的人血大餐吧，文老板。在这个世上，谁不想赢？只要能喝到庆功酒，不管这杯子里装的是不是人血，又怎么样？师傅，这杯我敬你。心莲，宝哥，干杯！我在人前硬撑，其实我的心是虚的。这一次，如果我失算了，我真的没有退路了。放话，放话！
我该怎么办？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听我说过，要爱你10000年。可是，我打了自己的嘴巴，碎了你的心。老天爷，不是说情场失意，赌场得意吗？那就请你再开恩一次。芳华，除了你，我没有可以商量的人。芳华，芳华，爹地说，是我造就了文红叶，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是吗？是的，是的，我把自己的女儿身不能完成的抱负和希望，全部寄托在他的身上。我把它当成自己的化身，是这样子吗？是吗？芳华，放过你自己吧。文红叶的人生是他文红叶自己的，绝不是你宋芳华的。爹地，是我自己的，唯一的，是吗？那当然。文红叶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爱过的，不是吗？也许他是你的唯一，但你却并不是他的唯一，这是不争的事实，亲爱的，不是吗？东尼，我真的不想再卷进这个漩涡，我真的想挣脱出去。要知道这件事情谁都帮不了你，亲爱的，只能够靠你自己才能够办到的。好好珍惜你的人生，你哭过了，痛过了，就应该把它忘掉，一丝一毫都不要留下，再也不要为他流泪。